他正准备单挑海洋里的巨型鲨鱼，不料他还没来得及行动，一只庞然大物便猛然现身。他顿时被吓傻了眼，以至于错过了回岸上的最后时机。他吐出最后一口气，缓缓沉入了海底。再次醒来，洛克感受到身下坚硬的鳞片，以为身在陆地，突然眼前一股气流直冲天际。洛克这才注意到是图坤救了他一命。他潜入水中，发现这个大家伙受伤了，似乎正在向他求救。洛克决定帮他一把，奋力拔出鱼叉后，他再次浮上水面，摆出交朋友的手势。图坤发出友好的叫声，将洛克带入海中。跟随着图坤的行动轨迹，洛克也体验到了海底真正的乐趣。这时他注意到，图坤其实受到了不少伤害，但这个大家伙依旧用友善的态度对待世界。海洋的包容性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由于失去了伊鲁，洛克只能拜托图坤送自己回家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整个部落的人都出来找自己了。匆匆和图坤告别后，洛克游向了部落所在方位。特诺瓦满是歉意，带着奥农来道歉。洛克却说是自己贪玩才跑了出去，与奥农无关。这份兄弟义气让奥农很是感动。事后，他忍不住问洛克为什么要帮自己。洛克将自己和图坤的友谊分享给了小伙伴们，但提雷亚听后却说，图坤之所以落单，是因为他残杀同类。眼见大家对自己的好朋友产生误解，洛克有些生气，独自出海找到了图坤，询问他被赶出来的原因。图坤没有回应，带着洛克潜入了大海。没想到深海之中还隐藏着一片海。就在他忙着和图坤交流感情的时候，提雷亚带着其他孩子来到了先祖湾，这是海洋部落的圣地。这里同样有一棵生长在海底的灵魂树。奇力见状，直接和灵魂树进行了对话。随着他的意识被抽离，奇力居然回到了人类实验室内，见到了与灵魂树为伴的格雷斯。看到母亲的那一刻，奇力忍不住发泄心中委屈。就在格雷斯准备回答时，突然被一阵强光带走，奇力陷入了痛苦之中。小伙伴也发现了他的异常，带着奇力浮上水面。为了救回女儿，杰克不得不冒险喊来诺曼替奇力治疗。然而人类仪器的出现让罗纳尔感到恼火，奈迪利连忙赶走了诺曼等人。他们想用先祖的方式拯救奇力的生命。诺曼告诉杰克，奇力的症状是癫痫，如果想让他好好活下去，最好别再和灵魂树对话了。杰克若有所思，身为人类，他应该相信科学，但他如今是纳威人，知道灵魂树对话是每个纳威人梦寐以求的神迹。杰克陷入了两难的抉择。而就在这时，迈尔斯捕捉到了武装直升机的动向，并推断出杰克目前所在位置。他当机立断，征用了大型捕鱼船，准备前往海洋群岛取下杰克的首级。这时海洋部落也迎来了1年1度的图坤迁徙。图克见状，直接拉奇力去凑热闹。看到这些美丽的大型生物，让奇力心情好了不少。这些友善的大个头自由地徜徉在碧蓝大海之中，他们并不排斥纳威人的接近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海洋部落的族人都会潜入海底，和图坤分享1年以来的故事，从出生到死亡，从相遇到分别。然而这时，人类军队已经开始入侵群岛。迈尔斯拿着杰克的画像，四处抓人拷问。蜘蛛终于见识到人类的暴虐，迈尔斯下令烧毁这里的房屋。蜘蛛感受到了纳威人的绝望与痛苦，却无能为力。鲜血与战火蔓延到了海洋，就连天空中也凝聚了散不开的硝烟气息。特诺瓦找到了杰克，带来了战火的消息。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有杀人，但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按耐不住。杰克需要尽快想到对策。这天，洛克为了向伙伴们证明自己遇到的图坤是无害的，主动走入了图坤身体内。灵魂共享的瞬间，洛克看到了真相：人类的船只在大肆捕猎图坤，鲜血蔓延开来，生灵消亡在海中。然而他擅自与图坤交流的行为是海洋部落的大忌。特诺瓦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，讲述了图坤内部的规则。在很久之前，图坤内部纷争不断，为了保护整个族群，他们立下规矩，禁止图坤之间互相残杀，否则就会遭到放逐。而洛克遇到的那只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肯定伤害了同类才会被放逐。洛克想辩解，却被杰克强行带走。明明手握真相，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，让洛克彻底寒心。他只能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告诉提雷亚。那只图坤的母亲被人类杀死了，他为了报仇才召集其他图坤对人类展开攻击，结果所有图坤都死在了那里，只有他活了下来。身负愧疚之心的图坤心甘情愿接受被驱逐的下场。
另一边，为了引出杰克，迈尔斯让捕猎船对图坤进行猎杀。这次他们增加了不少新装备，有庞大的母船、撞死螃蟹的机甲以及水下潜艇。人类的突然袭击让图坤四散奔逃。水手告诉蜘蛛，这就是他们的捕猎方法，只要咬紧图坤幼崽，就能捕捉到图坤妈妈。因为母亲绝不会丢下孩子独自逃命。在逼迫母子俩落单后，水下小队出动，他们的目标是图坤的腹部，那里也是他们的弱点。图坤母亲被击中后，在气囊的牵引下被强制带离水面。这时船长一发炮弹正中他的胸口，图坤发出了痛苦的嚎叫，却依旧用尽生命最后力气，想要保护孩子逃离。可人类已经围了上来，最终图坤母子被抓住，运上了船。肢解工作开始了，人类带着仪器走入了图坤身体内，利用钻头打洞。蜘蛛不明白他们这么做的意义，船长没有说话，操控针管深入图坤脑部。不久，金色的液体被提取出来，这就是人类的真正目的。图坤脑海中的分泌物能帮人类延缓衰老。提取完分泌物后，图坤尸体就成为了无用的废物，他被重新扔进了大海。作为人类向海洋部落宣战的信号，海洋部落决定开战，却遭到杰克的阻止。They would destroy everything that you love. Hear my words. 杰克深知单凭海洋部落的势力不足以打败人类，他们现在更加强大，也更为残忍。战争带给纳威人的只会是无尽的战火和所珍视的一切。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提醒图坤远离人类。洛克想到了自己的图坤，他已经被驱逐，没人会去提醒他。洛克不顾哥哥的阻拦，纵身跳入大海。然而等他们赶到时，图坤身上已经被射入定位器，不远处也出现了人类的船只。眼看人类不断逼近，洛克只能通知父亲，让他尽快带人赶来。杰克收到消息后，第一时间通知了特诺瓦，众人各自拿上武器，朝着外海的方向游去。此时迈尔斯也从望远镜里观察到，杰克的孩子们正在努力清除定位器，他立刻下令包围。等孩子们好不容易拔下定位器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迈尔斯的动作很快，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。看到接连出动的水下潜艇，孩子们不得不继续逃亡。逃跑途中，图克不慎掉队，提雷亚的伊鲁也被击中。洛克及时出现，赶在人类到来之前，带着孩子们躲入了植物里。可在探照灯的威力下，他们的行踪很快暴露。就在他们想继续逃跑时，突如其来的渔网将提雷亚和图克抓住。这时迈尔斯带人潜入水中，抓住了渔网。洛克为了救人，也被一起带上了船。蜘蛛看到好友被抓，迅速跑了出去。此时洛克等人已经被带到甲板上控制起来。蜘蛛虽然想救人，却奈何自己都是半个犯人。迈尔斯下令将孩子们绑在甲板上，等杰克自投罗网。这时海洋部落的人已经赶到，看到杰克的身影，迈尔斯扯下洛克的对讲器，告诉杰克想救人就单独上船。想到那些为自己而死去的生物，杰克决定独自上船救人。就在他即将靠近时，图坤看到了被困的朋友，想到被人类屠杀的同类，他再也无法压抑心里的愤怒，纵身一跃离开了大海。人类很快发起反击，不忍朋友受伤的洛克一脚踹中了身旁的士兵。然而图坤已经深陷困境，每一次愤怒的挥舞都在消耗他的生命。船长想要一炮了结了他，却被图坤及时躲开，认出眼前的人就是猎杀母亲的仇人。图坤再次入水，冲向了小船。他的突然出现让海洋部落再也按捺不住，纷纷冲了过去。奈蒂利也从天空现身，举起了手中弓箭。来自纳威人的反击正式展开，特诺瓦最先出手，紧接着是罗纳尔，杰克更是凭借真理在手，炸毁了一艘战船。迈尔斯紧盯奈蒂利所在方向，几次清空子弹，想要为本体报仇。此时孩子们深入海底，面对来势汹汹的水下潜艇，极力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，利用海底生物发起攻击。一片混乱中，蜘蛛敏锐地抓住机会，冲向操纵杆。在他的神助攻下，战船几乎被毁。图坤故意用自己吸引小型船的注意，利用对方射出的绳索，将他们困在了礁石上。紧接着一个跳跃，带动绳索死死勒在了船上，船长的胳膊也被卡在了绳索中间。人类节节败退，甚至要弃船逃生。奈特亚抓住机会解救弟妹，可洛克坚持要去救蜘蛛。没想到这时奇力也被抓了上来。图克与提雷亚为了救人也跟上了船，却被人类抓住。兄弟俩还不知道妹妹被抓住了。在发现蜘蛛后，他们直接跳了下去，与人类展开搏斗。巨夫解决守卫后，他们刚准备回到大海，就遭到迈尔斯等人袭击。留下善后的奈特亚在逃跑时不慎被子弹击中，孩子们瞬间慌了，迅速带着奈特亚逃离。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奈特亚带着对世界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，亲眼目睹儿子死亡。奈蒂利当场崩溃，仇恨的阴霾笼罩在上空。此时迈尔斯再次发来挑衅，用杰克的女儿威胁他。蜘蛛了解船上的构造，主动带杰克去救人。他们悄悄浮出水面，进入船舱内部。杰克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女儿，他拿出手雷扔了出去。
爆炸过后，趁着他们忙着救人，杰克从烟雾中现身，开始大杀四方。奈迪利也迅速赶来支援。当一位母亲失去自己的孩子后，他就势必要让所有人感受到愤怒的火焰。在夫妻俩的紧密配合下，迈尔斯节节败退。杰克终于来到女儿附近，刚准备救人，却被缠住。奈迪利举起了弓箭，却迟迟不敢动手。最终，他转身射中了敌人。然而，他的愤怒却让蜘蛛感到害怕。当杰克来到女儿身边，却发现奇力被迈尔斯挟持。此时，蜘蛛突然出现，想让迈尔斯放过奇力，却被紧随其后的奈迪利挟持。此刻，双方皆有人质在手。比起迈尔斯，奈迪利显然更加疯狂，他直接用匕首划伤了蜘蛛。迈尔斯慌了。眼看奈迪利没有停手的意思，他无奈放开了奇力。杰克原本想带着家人离开，却在听到迈尔斯说迟早会卷土重来时，眼中瞬间迸发出杀意。他冲过去和迈尔斯缠斗在一起，不料突然袭来的大火再次将一家人围困住。奈迪利与女儿图克被水带入船舱，幸好蜘蛛及时拉住了奇力，才没有一起掉激情怒。此时船只已经开始下沉，杰克和迈尔斯且战且退，一时间难分胜负。当船体彻底翻转时，二人同时被压入水底。迈尔斯率先用剪刀腿夹住夹克，不料船只突然触底，杰克趁势逃脱，反手勒住了迈尔斯。等到对方昏迷后，便果断将其扔进海底，而杰克则迅速开始寻找出路，却因体力不支晕倒在水底。幸好洛克及时赶到，救出了父亲。此时蜘蛛也在水底发现了迈尔斯，出于血缘亲情的羁绊，他选择出手相救。在众人被围困之际，奇力利用独特的生物感知能力，身披水肺斗篷，搜寻父母亲人的下落，利用这些独特的海底生灵，引导母亲与妹妹逃出了海底。而此时杰克深感大限将至，本想让洛克独自离开，却在儿子的鼓励下深吸一口气潜入了海底。就在他即将失去力气时，图坤及时赶到，救下了父子俩，一家人再次团聚。而蜘蛛在救下迈尔斯后，选择了回到杰克身边。他虽然拥有人类的血脉，却时刻与那位人同在。战后，他们按照海洋部落的习俗安葬了奈特亚，他将永远沉睡于海底，而他的灵魂将与艾娃共存。至此，全片结束。我是七哥，欢迎你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